眼前这位车主也为后桥拉杆出现断裂，而当地还没有配件，于是他就想到了隔壁的古法维修店。车主凭借着他的大嗓门还有独特的手势，当隔壁的维修师傅看到后，那也是亲自上门接待。当维修师傅查看受损情况后，直接表示要想维修好，肯定离不开2000卢比的工时费。在确保车主要进行维修后，他们迈着矫健的步伐，也是飞快的就已经回到了古法维修店。而要想对断裂的拉杆进行维修，首先师傅就需要将其给固定到台前上，然后再拆卸固定螺栓。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将断裂在拉杆里面的另一半给拆卸下来。像这种拉杆是可以调节的，师傅只需要利用凿子还有小锤4时将其给敲击下来就可以了。像这种维修过程肯定离不开车床，为了便于进行拼接，师傅就需要把端面给切削平整，然后再利用麻花钻开出定位孔。而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找两段之间的同心度，同时也是为了对拼接处进行加固。由于师傅们要采用螺纹进行加固，所以在将孔位开好后，还需要利用唐刀进行细致的切削。像这个切削过程就是非常简单的，师傅只需要凭感觉切削出合适的尺寸，然后利用卡尺进行测量，在确保没有问题后，就可以在内部切削出用于拼接的螺纹了。首先师傅需要在外部切削出坡口，以便于对螺纹进行切削。在切削螺纹时，师傅的操作呢也是相当的熟练，切削过程中没有丝毫的拖泥带水，过程就已经非常快的结束了。现在这边就已经加工好了，接下来就可以对另一边进行加工了。像这一段是不容易固定的，师傅就需要将其给固定好，然后在尾部安装上钢管，以便于进行拼接。通过测量整体的同心度没有问题后，接下来就可以利用电焊进行焊接，这样在外部焊接上钢管就可以轻松的对断裂的拉杆进行固定。为了确保整体的同心度没有问题，外部的钢管焊接好后，接下来还需要利用车刀对钢管的表面进行细致的切削，再将表面切削至平整光滑后，就可以将其给固定好，然后再利用车刀对不平整的断裂面进行细致的切削了。同样需要将其给切削平整。像这根调节拉杆对于长度要求并不是非常的严格，轻微的剪裁切削是没有问题的。而在切削好后，为了找整体的同心度，还需要利用麻花钻开出定位孔位，紧接着再利用大号的麻花钻进行扩孔。由于麻花钻开出的孔位尺寸还达不到要求，所以还需要利用唐刀进行细致的扩孔切削。而这边只需要切削出合适的尺寸，内部并不需要开出固定螺纹，所以切削过程就已经非常快的结束了。接下来就可以加工用于对接定位的小圆柱了。为了确保牢固性，师傅采用的加工材料就是这根废弃的半轴。随着师傅熟练的加工下，端面不平整的位置就已经切削平整了。为了确保尺寸一致，师傅还需要利用卡尺进行测量，通过测量好的数据对半轴的头部进行细致的加工。在加工出合适的小圆柱后，师傅还需要测量对比尺寸。在测量没有问题后，接下来就可以用记号笔做出标记，然后再利用车刀在表面切削螺纹。在切削螺纹时，只需要让螺纹之间的螺距与刚才切削好的保持一致。师傅只需要调整好车床丝杆上面的参数，然后进行细致的操作就可以了。在把螺纹切削好后，师傅还需要利用锉刀进行细致的打磨，确保螺纹非常丝滑。在经过打磨后进行对接时，螺纹与螺纹之间那也是丝毫没有问题。而在把这边加工好后，为了便于固定，师傅还需要在端面开出中心孔位。在加工另一边时，由于并不需要切削螺纹，只需要对比好尺寸对半轴进行细致的切削就可以了。这个加工过程也是非常快的，就已经结束了。接下来就可以将其给拼接到一起了。因为这一段是采用的过营配合，师傅们还需要利用大锤80将其给敲击到位。再把断裂的拉杆给拼接好后，接着就可以将其给固定到车床上，然后在端面利用麻花钻开出定位孔位，通过转动拉杆确认整体的同心度没有问题后，就可以利用电焊进行焊接固定了。像这个焊接过程就需要师傅们高配的焊接技术，如果焊接的不够牢固，那后期肯定会出现断裂。师傅在焊接时那也是相当的谨慎。而拼接处焊接好后，还需要进行细致的加工，因为这边的螺纹已经损坏，师傅还需要利用车床将损坏的螺纹给切削好。在切削时，师傅则需要非常谨慎，防止损坏原有的螺纹。好在师傅的切削技术非常高超，残缺的螺纹就已经非常快的加工好了。可以看到切削好的螺纹那也是相当的规整。为了让螺纹更加丝滑，师傅还需要利用锉刀进行细致的打磨。对于尾部用于辅助的钢管，还需要利用车刀将其给切削下来。
此时断裂的拉杆就已经维修好了，接下来就可以将其给安装回去了。在对接螺纹时也是非常丝滑的，在将其给安装到位后，接着就可以利用螺栓进行限位了。到此，这根断裂的后桥拉杆就终于维修好了。大家感觉师傅们的维修技术如何？如果有10分，大家愿意给多少分呢？